请你现在低头看看自己的脚，你的第二根脚趾是不是比大脚趾还要长？老一辈的人常说，这种脚相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这辈子注定闲不下来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年纪，每天一睁开眼就是全家大小的各种操烦，去市场比对菜价，记挂着老人家按时吃药，烦恼着晚辈的工作与婚姻。你就像一根坚固的柱子，习惯了替所有人遮风挡雨，硬生生扛下所有重担。可是当你因为操劳而筋骨酸痛，夜里辗转难眠时，你是不是也曾在心里悄悄问过老天爷，难道我是上辈子欠了他们的债，这辈子才要来做牛做马？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，却总是换来理所当然，甚至连一句真心的感谢都等不到？有缘人，请你别灰心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佛门中隐秘的智慧，你根本不是来还债的。看完接下来的内容，你将会解开隐藏在脚趾里的生命密码，明白菩萨在你身上留下了哪3重不可思议的天命。你不仅能彻底看懂自己半生劳碌的真正意义，更会学到如何放下执念，把满腹的委屈转化为后半生源源不断的福报与善缘，让你未来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地走在福德因缘之上。在民间，第二根脚趾较长，常常被称为贵人脚，但在佛家与古老的智慧里，这可不是什么看相算命的噱头，而是一种不动声色却暗藏玄机的天命之象。佛说，一切有为法皆是因缘所生，相由心生，行由因定。哪怕是一根脚趾的长短，都不是随随便便长出来的，它是你过去世修来的果，也是你今生将要走的路。在佛门看来，身体就像是一间暂住的客栈，借假修真，借由肉身来修清净心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渐渐老化，这都是菩萨温柔的提醒，外在的追逐该慢下来了，是时候向内看了。头代表思维，手代表行动，而脚是你行走人间，走入缘分的起点。今天我们不谈迷信风水，我们要聊聊为何这根特别长的第二脚趾是菩萨留下的慈悲记号，它又暗示了你肩负着哪3重不可思议的天命。请先深呼吸，静下心，让我们一起解开这隐藏在脚下的生命密码。佛云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今生我们会走到哪？遇见谁，经历何种起落，看似偶然，其实都是无形的命轨在默默牵引。好运绝非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早就在你脚下的命脉里，一步步地指引着你。第二，脚趾比较长的人，通常你第一眼看他，不一定会觉得多么惊艳，但是只要你静下心来仔细观察，或者跟他相处久了，你会发现这类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特质，那就是定力强，主见足，绝对不随波逐流。他们走在人生的路上，不吵不闹，却稳如老钟。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股稳中带贵的气息，这种气场不是靠名牌服饰装出来的，而是天生就自带一种与众不同的磁场。哪怕他们只是穿着普通的棉麻衫，提着环保袋走在巷口，你也能感觉到这个人办事牢靠，值得托付。这是一种来自宿世修为所积累下来的得力。在佛门之中，有一个很深奥却也很浪漫的说法，叫做身印愿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身体特征往往印证了他在过去世里发过什么样的愿。有的人眉心深智，那是佛眼印；有的人耳垂厚大，那是听法印。而你的第二脚趾比大脚趾还要长，这在佛家看来属于行愿印，
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是一个带着愿力来人间践行的生命。佛陀非常慈悲，他不会直接显现在你面前，对你说：“孩子，你以前修得很好，这辈子要继续努力。”他不会这么做，但他会用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，让你生出一个别人不容易长出的特征。他把这个记号留在你的脚上，藉此悄悄地提醒你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张人生地图，那么你的脚趾就是那把无声的指南针。第一脚趾代表着接受现实，而第二脚趾代表着主动引导。当你的第二指压过了第一指，就说明了你天生自带一种指路的能量。你不是来人间被别人带领的，你是来带人走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从小到大可能常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你思考的很多，你想要寻找生命更深的意义，你不甘于只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活着。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命赚钱，但到了中年之后，你会突然对宫庙里繁杂的仪式失去兴趣，反而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抄经、打坐，或者只是坐在公园的树下看着落叶发呆。那不是因为你多愁善感，那是因为你的灵魂还记得自己曾经发过的愿。所以千万不要轻视你自己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菩萨在你身体上留下的点化。那么带着这样特殊印记的你，身上究竟藏着哪三重不凡的天命呢？老一辈的修行人都曾说过，第二，脚趾较长的人往往天生就带着3种不同凡响的天命标记。这不是说他们比别人多么高高在上，而是他们更早看懂了人生的缘起。你来看看自己到底中了几条。第一种天命叫做慧命深重，这类人天生悟性极高，你从小可能就表现出一种想很多的性格，别人看热闹，你却总能看懂门道。别人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计较半天，你却常常觉得没必要。你看得比谁都长远，这不是性格上的差异，这是一颗智慧种子的显现。佛家讲的慧命，指的就是一个人能快速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。就像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原本只是一个在山上砍柴不识字的樵夫。有一天，他偶然听到别人在念诵《金刚经》，只听到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当下就开悟了。你不需要去深山老林里闭关3年5载，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，晚上的一个梦，或者脑海里闪过的一个念头，就能让你把人生的方向彻底看明白。对应到现代生活里，这就像是你在职场上，或者在家族聚会中，当亲戚们为了长辈的一点遗产，或者逢年过节谁包的红包比较大，而争得面红耳赤时，你虽然身在其中，心却能在最无奈的当下，忽然觉得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，100年之后，谁又能带走1分1毫呢？这就是你的慧命在闪闪发光。如果你脚下的第二指比大指还长，恭喜你，你极有可能就是那种凡中有慧的人。你对心理学、哲学、宗教或是生命觉醒的事物学得特别快，因为这种悟性不是书本教你的，是你宿世修行带来的。第二种天命叫做贵人相助，逢凶化吉。你是不是常常有一种感觉，你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人来帮你？也许你平时默默无闻，不爱社交，去市场买菜，也不习惯跟人杀价套近乎，但到了真正遇到难关，比如家里突然有人生病需要找好医生，或者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，总会有贵人出现，拉你一把。以为天无绝人之路了，
好机会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有人会说，哎呀，这只是你运气好，但在命理学上来说，这就叫做脚踏贵位。第二，脚趾主导引导，若此指长过大指，代表你有能力主导自己人生，你不依赖别人。但是奇妙的是，贵人却非常愿意来辅助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气场是一股清正之气，你不贪不恶，气正则命稳，命稳自然就得人心。有些带有贵命的人，从来不刻意去经营人脉，不去讨好别人，但别人就是愿意信任他，愿意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。这不是别人傻，而是他得感人心。佛家常说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这一切的贵人运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这都是你前世布施行善、护持正法所种下的福田。而现在你脚下的这个特征，就是那粒已经开花的种子。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三种天命，这也是最神秘也最难得的一种，叫做灵命体质。在相学中，第二脚趾被称为感应之指，如果它长得特别修长、挺直、有力，这代表你这个人心窍开通，灵态清明。也就是说，你对周遭的能量特别敏感，对人心的变化非常敏锐，你甚至能感受到一些别人根本察觉不到的气场或预兆。这类人从小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奇异的经验，比如你可能会梦见佛菩萨，在梦中遇到师父点化，或者在静坐冥想的时候觉得身心特别轻盈，又或者你经常会看到重复的数字，旁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力量在给你提示。当家里有长辈即将离世前，你往往也是那个最早在梦中得到感应，或者心里突然一阵不安的人。请你相信，这些都不是幻觉，而是你命中灵命觉醒的证据。佛经中说，若非宿世修行者，不闻佛名。你在尘世中也许有过迷茫，有过挣扎，为了柴米油盐磨平了棱角，但你心里总有一种内在的觉知在引导着你，直觉会告诉你什么该舍，什么当守。这种直觉其实就是你与法界的感应通道。菩萨常常会透过这些微小的方式，在你人生的暗处为你点一下灯。但是灵命之人最怕什么？最怕入世太深，执念太重，把原本清明的心给染上了灰尘。你第二脚趾长，代表你天生有主导力，但如果这份能量用错了地方，你就会变得控制欲极强。看到晚辈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找工作、找对象，你就忍不住碎碎念，总觉得别人做的不对，总想插手别人的选择。这时候，你的灵命就变成了执念，很容易入迷、入幻，反而结下了恶缘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法与命理中，我们不能只看一根脚趾，而是要看整体的中道智慧。你的第二脚趾长，这叫主导力，但是你的第三脚趾和第四脚趾代表着平衡与灵活性，你的第五脚趾代表着守护与根基。如果你在职场上，在家庭里脾气很硬，非要自己说了算，这就像是你只有第二脚趾在用力，其他脚趾都不协调，长久下来，你一定会人际关系紧张，内心充满焦虑与孤独。佛法里说的中道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要用主导力去承担责任，但同时你也要培养出如第三、第四脚趾般的柔软与包容。你的第二脚趾是你与生俱来的因，是你背负的天命。只有在主导与顺从之间找到平衡，懂得承载天命，又懂得圆融人生，不把我是为了你好变成绑架家人的绳索，你才能真正活出那个有深度、
有温度、有智慧的自己。我们常说命好不如运好，运好不如心好，其实这三者根本就不是分开的。命是你带来的根，运是你结出的果，而你的心就是连接这一切的桥梁。如果你生来就具备这份特别的角相，那只是一个美好的缘起。你今生到底能不能活出这三重天命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去回应它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会觉得这些道理有些抽象。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地感受到这份力量，我想和大家分享社区里秋香姨的故事。这也是一种在痛彻心扉后真正迎来天命觉醒的真实写照。在我们身边，或者在你的家族里，是不是总有这样一位女性？她可能是家里的大姊，也可能是撑起整个家族的母亲。我们社区里就有一位大家都非常敬重的秋香姨。秋香姨今年快70岁了，她总是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穿着朴素干净的棉麻衣服。每天早上，她都是第一个骑着老机车到传统市场采买的人。哪一摊的猪肉最新鲜，哪一家的蔬菜没撒农药，她闭着眼睛都能挑出来。她的大半辈子都在为别人忙碌。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秋香姨的双脚，你会发现她的第二根脚趾不仅特别长，而且骨节分明，稳稳地抓着地面。在相学里，这种脚相代表着天生的承担力，这不仅是主导力，更是一种愿意为了别人扛下重担的贵命与慧命。秋香姨的人生完完全全印证了这根脚趾的特征。她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，身为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3个弟弟妹妹。为了让弟妹们能继续念书，秋香姨国中一毕业，就毅然决然放弃了升学，去成衣加工厂做女工。她把每个月赚来的薪水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。后来大弟要娶媳妇没钱付头期款，小妹要出国读书需要保证金，甚至连二弟做生意失败欠下的一屁股债，全都是秋香姨咬紧牙关四处标会，兼差打零工，硬生生帮家里把这些难关一个一个挺过去的。当经济起飞，大家都忙着炒股买房累积财富的时候，秋香姨的心思全扑在这个家里。她就像是这个家族里的一棵大树，为所有人遮风挡雨。街坊邻居都说秋香姨真是个活菩萨，这个家没有她早就散了。可是活菩萨的心里也有凡人的委屈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弟弟妹妹们各自成家立业，日子都过得不错，但在他们的心里，似乎已经把大子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。特别是父亲中风倒下的那8年，是秋香姨人生中最漫长也最煎熬的岁月。因为弟妹们借口工作忙，要照顾小孩，照顾老父亲的重担，理所当然地落在了终身未嫁的秋香姨身上。那8年里，秋香姨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每天2小时就要帮父亲翻身拍背，一天3餐要用果汁机打碎食物，透过鼻胃管慢慢灌食。房间里永远散发着一股药水味和药膏味。遇到父亲半夜发烧或者管子掉了，秋香姨一个人在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叫救护车跟着跑到急诊室，一个人拿着健保卡，在深夜的柜台前排队挂号缴费，累得只能在急诊室冰冷的铁椅上打个盹。逢年过节，弟妹们虽然会回来聚餐，偶尔塞个红包给大子，说一句大子辛苦了，但吃完饭碗筷一推，各自坐在沙发上滑手机。留在厨房里默默洗着像山一样高的锅碗瓢盆的，永远是秋香姨一个人。他们觉得自己出了一点钱就已经尽了孝道，却完全体会不到日复一日把屎把尿的辛酸。真正让秋香姨彻底心寒的是父母相继过世后的一场风波。
父母留下了一栋位在市区的老透天阔。按照父母生前的口头交代，这栋房子是要留给邱香怡养老的，因为这几十年来，只有她一直陪在父母身边，放弃了婚姻，也放弃了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没想到，在办完丧事后的分家产会议上，二弟竟然率先开口：“大子，现在房价这么好，这栋透天阔屋龄也高了，维修起来很花钱，不如把老房子卖了，大家平分吧。你一个人也住不了这么大的地方，而且我的大儿子也准备要结婚了，女方那边要求一定要在市区付个头期款买新房啊。”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的心是不是也跟着邱香怡一起酸了起来？那一刻，邱香怡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撕裂了。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些她从小把屎把尿拿命去供养长大，甚至不惜借钱帮他们渡过难关的手足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。她不是贪图那栋房子，她痛的是，原来在亲情面前，利益可以这么冰冷。原来自己大半辈子的牺牲，在他们眼里根本一文不值。那天晚上，邱香怡和弟妹们大吵了一架，甚至说出了从此断绝关系、老死不相往来的气话。接下来的大半年里，邱香怡陷入了极度的抑郁之中。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看着父母的遗照掉眼泪。她心里充满了怨恨、不甘心与深深的懊悔。她无数次地问自己：我这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对得起父母手足，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惩罚我？别人说我是贵人角，我这算什么贵命？我根本就是个被利用的傻瓜。巨大的情绪压力让邱香怡的身体迅速衰弱，不仅引发了严重的胃溃疡，连原本硬朗的关节也开始疼痛，走起路来都一跛一跛的。直到秋天的一个清晨，他实在闷得发慌，便独自一人搭着公车来到了山里的一座古寺。这座寺庙很清幽，没有鼎盛的香火，只有几位修行的师傅。邱香怡坐在大雄宝殿前的石阶上，看着庭院里落叶纷飞，回想起自己荒凉的大半生，忍不住掩面痛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寺里的一位老尼姑，师傅拿着一把扫帚，轻轻走到邱香怡身边，没有急着安慰她，只是静静地陪她坐着。等邱香怡哭得差不多了，师傅递给她一条干净的手帕，温和地说：女菩萨，心里的苦水吐出来了，有没有觉得轻一点？邱香怡擦着眼泪，哽咽着把家里的恩怨和自己满腹的委屈全都告诉了师傅。她指着自己因为穿凉鞋而露出的脚趾，苦笑着说：别人都说我这第二根脚趾长，是能掌权的贵人相。师傅您说，我哪里掌权了？我这辈子就是个被亲情绑架的奴才啊！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他们太多债，这辈子注定要来做牛做马偿还的？师傅听完微微一笑，低头看了一眼邱香怡的脚，眼神里充满了慈悲。女菩萨，你的脚相没有说错，你确实有着极深的慧命与贵命，只是你被世俗的回馈心给蒙蔽了。师傅放下扫帚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很多时候，我们凡人遇到家庭的磨难，总喜欢用讨债与还债来解释，觉得遇到不孝的子孙、无情的手足就是冤亲债主，找上门了。如果你抱着这种想法，那你每天伺候父亲、帮扶弟妹，心里都会觉得委屈，觉得我是在还债，我还清了你们就该对我好。师父顿了顿，接着说：但佛家更深一层的智慧，讲的是愿力。你这大半辈子对家人的付出，那是你在过去世曾经在佛前发过愿，你发愿要来人间保护这些结缘的众生，所以这辈子
菩萨给了你过人的承担力，给了你这根长长的脚趾，让你有足够的肩膀去扛起这个家。你不是来还债的，你是来行菩萨道的啊！秋香姨愣住了，喃喃地说：我发的愿，我是来行菩萨道的。可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师父叹了一口气，说：佛法里讲三轮体空，真正的布施是没有布施的人，没有接受布施的人，也没有布施的物品。你付出了，缘分圆满了，就该放下了。你现在觉得痛苦，是因为你把愿力变成了一场交易。你心里有一本账簿，你觉得你付出了10分，他们至少要还你5分的感恩，甚至要在晚年回过头来照顾你。当他们没有还，或者违背了你的期待，你的爱就变成了毒药，毒害了你自己的清净心。师父指着大殿里的观世音菩萨佛像，接着说：你看菩萨普度众生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哪一次要求众生回报了，哪一次众生做错了事，菩萨就生闷气不理人了。你既然带着菩萨的愿力而来，就要学着用菩萨的心量去生活。那些财产、房子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他们要争，那是他们对财欲的执着，是他们的业障。你若跟着争，跟着恨，每天在心里咒骂他们不孝，那就是把别人的业障背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反而把自己的福报给漏光了。这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。秋香姨呆坐在石阶上，耳边回荡着寺庙里早课的钟声。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长满老茧、青筋暴起的手，又看了看那根长长的第二脚趾，心里那块沉压了快1年、重得让她喘不过气的大石头，突然间裂开了一道缝隙，照进了光。她突然明白了，自己之所以痛苦，不是因为弟妹无情，而是因为自己放不下。她放不下大子的架子，放不下对长姐乳母应受人敬重的渴求。原来真正的贵命不是别人对你感恩戴德，把你捧在高处，而是你有能力付出，并且在付出之后还能保有内心的潇洒与平静，做到欢喜做，甘愿受。那天下午，秋香姨向师父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步履轻盈地走下了山。虽然她的关节还是有些隐隐作痛，但她的心已经不再沉重了。回到家后，秋香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。她主动打电话给大地，平静地说：那栋透天阔，你们找中介卖了吧，卖掉的钱你们3个人平分，大子1毛都不要，我只要带走爸妈的几张旧照片，还有爸爸生前最爱听的那台旧收音机就好。电话那头的大地吓傻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：大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？秋香姨笑了，那是她这大半年来第一次发出由衷的笑声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恨，没有生气。大子是真的想通了，你们成家立业，孩子要买房，要成家，压力也大，这笔钱能帮到你们就好。大子自己有存一点劳保退休金，加上以前打零工的积蓄，日子过得去。以后大家好好过日子，不用牵挂我。挂上电话的那一刻，秋香姨觉得胸口无比的畅快。那天晚上，她睡了这半年来最安稳的一个好觉，连带着困扰她许久的胃溃疡和因为情绪紧绷导致的肩颈痛，竟然也舒缓了许多。放弃了房产的秋香姨，用自己的积蓄在郊区租了一间带小院子的1楼公寓。她开始在院子里种花、种菜，每天念佛、诵经，将功德回向给十方众生。她还跑到社区的关怀据点当志工，教其他老人做手工馒头、
甚至陪着比他更老的独居长辈去医院里漫肩。他的脸上不再有过去那种紧绷的劳碌的苦相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正的慈悲与祥和。他的气场变得无比清净，社区里的人只要靠近他，听他说话，就觉得特别安心。奇妙的事情发生在1年后的中秋节。那天傍晚，邱香怡正在院子里给9层塔浇水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门外站着大弟、二弟和小妹，他们手里提着月饼和一篮高级水梨，3个都已经年过半百，头发花白的成年人站在门口，眼眶都是红的。原来房子卖掉之后，二弟拿着钱去投资，却遇上诈骗集团，被骗得血本无归。小妹的婚姻也出了状况，正在闹离婚。在经历了这些人生的低谷与无常后，他们才真正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外人都是看利益的，只有大子对他们的爱是毫无保留、不求回报的。大弟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邱香怡的手，哽咽着说：“大子，我们错了。这1年来，我们心里天天都不安稳，晚上睡觉都会梦到爸妈在骂我们，钱我们拿了，但我们把这辈子最珍贵的福报，把我们这个家的根给丢了。大子，你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以后换我们轮流照顾你。”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弟妹，邱香怡没有掉眼泪，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大弟的手背，笑得非常温柔。傻孩子，都几岁的人了，还在门口哭，让街坊邻居看笑话。大子在这里过得很好，每天念佛做志工，心里很踏实。你们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遇到难关不要灰心，大子心里就欢喜了。进来吧，我刚好熬了你们小时候最爱喝的绿豆汤。这就是邱香怡的故事，她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示范了什么是真正的无相布施。当你能够把为家人的付出当作是自己圆满生命的一场修行，当你能够在面对委屈与不公时选择退一步，把执念放下，你脚下那根代表着承担与主导的第二脚趾，就会带领你跨越世俗的痛苦，走向真正的灵性觉醒。各位有缘人，如果你也和邱香怡一样，总是那个在家庭里默默付出，却常常感到心寒与委屈的人，请你相信，你的善意并没有白费，你的福报也从未减少。菩萨看得见你的每一滴汗水，你要做的不是去向凡人讨要感激，而是把心量放大，把我为你们牺牲了多少的怨气，转化为我愿成就这段缘分的慈悲。当你不求回报的那一刻，你身上的枷锁就解开了，那份清净与自在，就是老天爷赐给你最无价的贵命。这堂人生课也让我们明白，这一生我们走了多少的路，见了多少的人，又绕了多少的弯。回过头来，你会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一开始就自带光芒，而有些人是一步一步，在满是泥泞的红尘中，才让自己慢慢走出光的。佛从来没有叫人去迷信脚趾的长短，佛讲的是觉悟。接下来，我要和你分享3个非常简单的微行动。这不是迷信的仪式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修心法门。只要你愿意跟着做，你的慧命、贵命和灵命就会一个一个被唤醒。第一个微行动，开口前的3秒钟停顿。楞严经里说，修行要从清净行为开始。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发誓要守多么严格的戒律，我们先从好好说话开始。你第二脚趾长，天生主导气场强，你的话常常很容易影响别人。有时候随口一句气话，别人就当真了，甚至受伤了。所以今天开始，当你很想批评别人或者想抱怨的时候，
请在心里默数3秒钟，把那句带刺的话吞回去，说一句善语，可能救人于苦海，不出一句恶言，就是在为自己守住福田。第二个微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。脚趾长的人天生容易走得快，头脑转得快，行动也快，但越快越容易忘了停下来。人活在世上，最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心散了，神乱了。我邀请你，今天晚上睡觉前坐在床边，不要滑手机，闭上眼睛，做3次深呼吸，每天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看看自己的心。今天有没有生气？有没有太过焦虑？不要去批判它，就是静静地看着它，然后把它放下。当你每天都做这种回观内照的练习，你身上的气场会越来越沉稳。别人靠近你，就像靠近一盏温暖的灯，贵人自然就愿意走向你。第3个微行动，不花钱的广结善缘。如果你是有贵相的人，你要懂得你的命格自带能量放大器，你种一分福，可能就会长出10倍的果。很多人以为布施就是要捐很多钱，其实不用。善缘怎么结？很简单，今天你走出家门，对大楼的管理员微笑点个头，在网络上看到别人的好表现，给他一个真诚的赞美，或者在心里默默祝福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不去求回报的做这些微小的事，你会发现真正的福报不是求来的，而是你一步一步修出来的。如果你正好是那种第2脚趾比大脚趾还要长的人，那意味着佛菩萨可能在出生的那一天就悄悄地在你脚下放了一盏灯，它不亮也不暗，不说话也不催你，但他一直都在。他在等你哪一天愿意低头看看这双脚，愿意抬头看看自己的心，等你终于准备好去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命运之路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不要再去追问我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上等人。佛法里从来就没有高低之分，更没有谁比谁尊贵。你若愿意自度度人，你若愿意修身修心，你就是上等之人。你若愿意走正道，行善业，发慈心，你就是天命中人。愿你未来的日子里，走路时不再只是踩着泥地，而是踩着佛愿而行。愿你心有所持，命有所应。愿你脚下的每一步皆是福德因缘，这才是那个带愿而来真正圆满的你。各位有缘人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在今天的影片里感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平静与力量，我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你的善言，或者是为你爱的家人写下一句祈福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你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在乎的亲友，结下更多的善缘。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或者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都能把我们这个留言区汇聚成一个充满善念与正能量的巨大磁场。请相信，你的一句善语或许就能在无形之中点亮另一个陌生人的心灯。这本身就是一场最美好的布施。从今天开始，走路的时候多看看自己的脚，也多听听自己的心。脚下有相，心中有光，你若启程，菩萨必随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希望能与我们一起在喧嚣的世界里修心养性，请轻轻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菩萨的每一次善巧点化你都不会错过。这份缘我们长长久久地结下去。我们下期再会。